不会是穿越了吧？这是穿不穿越我不知道，不过你马上就要倒霉了。倒霉？太子殿下，你放开我！救命！莫非是古人跳？看来自己真是穿越了呀。好消息是我穿越到了一个太子的身上，坏消息是这原主太子有点废，文不成武不就。要不是因为大萧朝太子立长不立贤，太子之位压根不会落到原主这个废物身上。原主母后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，若不是镇国王九王爷一直护着，他怕是早就被废了。因此坊间传闻他的母后进宫前和九王爷有着一段情，不光是众皇子们觊觎他这个太子之位，就连皇帝几次都想废了他。这简直是天崩开局啊！若是记忆没错，这个古装美女不仅仅是宰相的独女，还和二皇子有婚约在头。废物，你看什么？已经有人去禀告陛下了，陛下就会过来，看镇国王如何保你。太子行宫在城南，一来一回就要半个时辰。进皇宫找陛下需要通过重重禁卫，又要半个时辰。等父皇过来，少说还要1个时辰的时间。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你们想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呀。本太子就来成人之美。坊间传闻你天生不行，除了看一看你还能做什么？就算让你来，你行吗？行不行的，一会儿你就知道。萧策，你死定了！尹盼儿，你是京都有名的才女，而我乃是当朝太子。你若是待会儿乖乖听我的话，本太子可以让你成为太子妃，也可以是未来的皇后。你做梦！我就算去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待陛下来了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你说的不错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待会儿记得要成于父王，置我于死地。不过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闹得人尽皆知。我会让空里嬷嬷验明正身，让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你并非完璧之身。届时你觉得二皇子还会要你的人，就算是愿意娶你，就算他日后当了皇帝，你的余生也是只能冷宫相罢。你无耻！我无耻？无耻的是你们吧？是你们想要设计陷害我，置身于我死地的。他若非真的把你当成自己的未婚妻，又怎么会做这些事情？你自己好好想吧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小策单说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父皇，这次有着尹相之女相助，这次看九叔如何能护得了她。杨儿，你就不怕尹盼儿出事吗？要知道，尹盼儿可是尹相最为宠爱的独女。父皇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计策虽然是儿臣所出，但还是由锦亮亲自劝说的尹盼儿，以死相逼，才让尹盼儿同意演这一出戏。儿臣本意就想让萧策那个废物来真的，若是来了真的才叫好。这样父皇不仅可以顺理成章地废了萧策这个废物，而且儿臣以后身为太子，也不可能娶这种不洁之女为正妻，便可光明正大与之退婚。尹惟庸这只老狐狸，他本就是想借着这个婚事，从而来摆布儿臣以及儿臣的母族，壮大自己的势力。可惜了，萧策是一个天烟之人。不过先解决了萧策这个废物，对付尹惟庸老狐狸，儿臣再从长计议吧。杨儿，你不愧是朕看中的孩子，今日只要成了，朕倒要看看镇国王这次如何护着他。你通知镇国王了吗？回禀父皇，这是自然。若不让九叔看见，我们这出戏也就没有意义了。不过父皇，九叔一直把萧策视若己出，他不会要硬保下萧策吧？他敢？朕还是皇帝呢。而且老九也不会这么做，他一身刚正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这次看老九再如何包庇。萧策，你简直是混蛋！盼儿她可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怎能做？二皇子，您在说什么？太子殿下并未欺凌我。尹盼儿，是不是他威胁你了？你不用害怕他，就算他贵为太子，但是他若敢行不轨之事，别说朕了，镇国王也不会饶他。来人，把他拖下来弄醒！装什么呢？
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小策，你说我们为什么来？尹姑娘，你怎么会在我这边？我都不知道你过来，你说句话为我证明清白啊！我都不知道你何时来的这边。哼，你还想再演戏？刚才尹盼儿的下人听见他在求救，说你在欺负尹盼儿前才来向我求救。九叔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太子，二皇子说的那些事情，你做了没有？若是没有做，本王定给你一个清白；若是做了，本门也定然不会姑息你。九叔，我冤枉啊！尹姑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太子行宫？为何有人说你在呼救？回禀九王爷，刚才宴席间，太子殿下喝多了，二皇子担心太子殿下身体，就让小女子一起随同，别让太子殿下出了意外。小女子这才一直在一层照顾，而太子殿下一直在醉酒酣睡，并未有着任何逾礼之举。尹盼儿，你确定他没轻薄于你吗？无论他做了什么，你都是本皇子的未婚妻，本皇子定当从一而终，不离不弃。但是父皇在这儿呢，你不说实话就是欺君之罪。二皇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真的没有碰过我一下。皇兄，此事已经很明确了，尹姑娘都这么说了，根本是有人故意构陷太子殿下。九叔，你先不要着急下定论，盼儿这是在乎自己名声啊。去把尹盼儿那个前来求救的下人叫过来。是。你这个小厮，刚才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？如实回答。陛下在此，若是有一句假话，即为欺君，本皇子定当将你五马分尸。二皇子，您在说什么？太子殿下并未欺凌我。尹盼儿，是不是他威胁你了？你不用害怕他，就算他贵为太子，但是他若敢行不轨之事，别说朕了，朕国王也不会饶他。来人，把他拖下来弄醒！装什么呢？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小策，你说我们为什么来？尹姑娘，你怎么会在我这边？我都不知道你过来，你说句话为我证明清白啊！我都不知道你何时来的这边。哼，你还想再演戏？刚才尹盼儿的下人听见他在求救。九叔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太子，二皇子说的那些事情，你做了没有？若是没有做，本王定给你一个清白；若是做了，本门也定然不会姑息你。九叔，我冤枉啊！尹姑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太子行宫？为何有人说你在呼救？回禀九王爷，刚才宴席间，太子殿下喝多了，二皇子担心太子殿下身体，就让小女子一起随同，别让太子殿下出了意外。小女子这才一直在一层照顾，而太子殿下一直在醉酒酣睡，并未有着任何逾礼之举。尹盼儿，你确定他没轻薄于你吗？无论他做了什么，你都是本皇子的未婚妻，本皇子定当从一而终，不离不弃。但是父皇在这儿呢，你不说实话就是欺君之罪。二皇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真的没有碰过我一下。皇兄，此事已经很明确了，尹姑娘都这么说了，根本是有人故意构陷太子殿下。九叔，你先不要着急下定论，盼儿这是在乎自己名声啊。去把尹盼儿那个前来求救的下人叫过来。是。你这个小厮，刚才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？如实回答。陛下在此，若是有一句假话，即为欺君，本皇子定当将你五马分尸。回禀二皇子殿下，小的刚才听到小姐的求饶声，还有小姐被人撕扯衣服的声音。盼儿，那你的衣服为何和席间不同？是不是这个他逼迫于你这么说的？萧策，你说呢？尹盼儿为何换了一套衣服？我不知道。
盼儿，这可是你的衣服，这床上的落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父皇、九叔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显然盼儿就是受到了他的要挟，这才不敢如实说出实情。你罪该万死啊！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，打入死牢！冤枉啊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冤屈？带走！父皇，九叔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醉酒后如今才醒来，而且都知道我是一个天烟之人啊！老九，朕知道你一直把他视若己出，若非你的再三包庇，让他目中无人，敢做下这不如的事情。如今铁证如山，你若再帮着他辩驳，可就有包庇之嫌。冠子如杀子啊！明日司法殿之中，朕会请三司一同会审。他也是朕的儿子，朕不会冤枉他，更不会放纵他。杨儿，去把尹姑娘送回去。盼儿，我也没想到，那他竟然还能行男女之事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次那个废物死定了，你也算是帮我们大萧国铲除了一个祸害。二皇子，我算不算是为了你？是，当然是。那我需要你立下字据，写下今日之事，他日一定会娶我为正妻。盼儿，你说这事八字没一撇。再者说，按你所说留下文书，岂不是授人以柄？若是被人发现，那可是谋逆造反的死罪啊！让京都城里的人看尽了我的笑话，满城风雨。当初你信誓旦旦地跟着我发誓，说你不是天烟之人，结果呢？我不再相信你的嘴了。盼儿，你是为我才失了身子，我定然会好好对你的，不会辜负你的。那就把你如何让我去陷害太子的事情写下来，让我做个保障。这个，我不过是想求一个保障罢了。若有一日你我二人皆面临灭顶之灾，我连自己最珍视的东西都丢了，叫我如何信你的许诺？二皇子若是为难的话，那么我只好为自己考虑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承认太子轻薄于我。我父亲为太子翻案，只要我不承认，这个案子就实锤不了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在我府中这些时日，是否完璧之身？宫里的嬷嬷一查便知，萧策必须死。我也实话跟你说了，若非父皇的首肯，你觉得我敢这么做？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吧。那你就试试。且不说我说父亲会不会同意让宫里嬷嬷来查我，没有我的口供，你觉得郑国王那关你过得去吗？你写还是不写？盼儿，我也没说不愿意，我写。明天好戏就上场了。去把萧策那个畜生给押上来。你可知罪？回禀父皇，儿臣知罪。本以为大皇子会辩驳几句，没成想竟如此乖乖认罪。那你可知自己犯下何罪？父皇，儿臣昨夜酒后失德，欺负了尹相之女，儿臣愿承担一切后果和责罚。太子竟认了尹相之女，太子，你切勿被屈打成招。你若是冤屈的，本王定还你一个公道。郑国王说的没错，太子你要好好想想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若是你敢欺君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回禀父皇，儿臣确实欺负了尹相之女。好，既然你已经认罪，那么九弟，你最为精通大萧律令，按照大萧律令，太子该当何罪？回禀陛下，按照大萧律令，其罪当斩。案犯虽为太子，但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应先废除太子之位。就废除太子之位即可吗？回禀父皇，按大萧律令，不仅要废除太子之位，还应关入大牢秋后问斩。九弟没有错吧？郑国王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好，诸位爱卿还有何异议？既如此，从即刻起废除萧策太子之位，即刻押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父皇，儿臣虽有罪，但不至死，而且儿臣也是遭人陷害，真凶另有他人。你这是把朕和满朝文武都当猴耍吗？你亲口承认的口供，还想当场翻供吗？你们愣着干嘛？把他打入天牢！诺。儿臣说的欺负尹相之女是昨夜儿臣酒醉，发现了尹盼儿在床畔照顾儿臣，以为是在做梦，这才失态拉扯了尹盼儿几下，撕破了她的衣服。
不过尹盼儿誓死反抗，拿着一柄小刀刺伤了我。万万没想到，怎么就有人把父皇你们请来了？儿臣以为这是有心人故意构陷儿臣。昨日二弟看床上的血迹，并不是落红，而是尹盼儿刺伤儿臣后留下的血迹。而且，尹姑娘都未曾说儿臣欺负于她。尹相大人，你来为未曾说句公道话呀！就算是不为了我，就当为了尹姑娘的清誉，你不能让我蒙冤啊！否则不就是坐实了尹姑娘被我欺负吗？且慢，陛下，太子殿下所言非虚。昨夜盼儿回府之后与我说了此事，与太子殿下说的一般不二。尹相，那你刚才太子认罪的时候为何说？陛下，臣也以为是小女被玷污了，现在看来全是误会。陛下，既然如此，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。皇叔，怎么就真相大白了？他说那床单上是他的血，就是他的血了吗？我们听信他一人之言。昨日的那些证物皆由典罚司保管，是人的血还是落红之血，让典罚司的仵作一验便知。陛下，事关尹相之女的清白，此事不能擅断。哼，父皇，既然如此，让仵作去查验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本案还有诸多疑点，先把那个处子打入天牢，带邢大人去把昨夜证物去做检验。回禀陛下，昨夜那床单，臣已命人查验过，确非女子落红。邢大人，既如此，你为何不提前报？回禀陛下，因为一个染血床单对于此案并不能代表什么，就算不是尹姑娘的落回，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尹姑娘没有被太子奸污。刚才太子殿下的说辞，让臣也以为是认罪了。不过，现在太子已把事情原委说清讲明，外加尹相也愿在一旁佐证。如今既没有实证，当事人也没有指控和追究。现在依臣看，太子的罪不成立，最多就是酒后失德。好在并未发生严重后果，按照大萧国律，并不需要进行处罚。陛下，既如此，太子殿下虽无罪，但也有过，可以让他禁足太子行宫，静思己过，以儆效尤。九皇叔、邢大人，你们这么说未免太武断了吧？武断！昨夜我送尹姑娘回府，尹姑娘跟我哭诉，口口声声说了，只不过这个他威胁尹姑娘，让应宠不敢说出实情。如今尹相这么说，他也是顾及自己颜面吧？邢大人，我说的可否为尹姑娘的未婚夫？可否向我作为当事人指控？回禀二皇子殿下，这是自然。九皇叔，若只是禁足太子行为，你这样的包庇也未免太明显了。二皇子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你若是有实证，你空口白牙的说，我还看到你昨晚抱着老母猪呢。你二皇子殿下，太子殿下话糙理不糙，本王还是那句话，有证据你拿出来，本王定不袒护。若无证据，想要把一些欲加之罪扣在太子头上，本王也不会同意。请陛下严查，此事确有蹊跷。太子醉酒了，有小厮有侍女照顾即可，为何由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尹姑娘去照顾？此案疑点重重，请陛下圣断。九弟，你放肆也是朕的儿子，朕不会冤枉他的。但是就因为他是太子，朕更不会包庇他。尹相，二皇子说的可是实情，你是不是有所顾虑？无论发生什么，朕定不会让二皇子负了你女儿的。回禀陛下，刚才臣所言确实就是小女昨夜跟我所言，至于其他，臣不知。臣以为当严查。若是太子所为，请陛下为小女做主；若是太子未曾做，也请陛下还太子一个清白。毕竟太子之位乃是国之根本，如朝局动荡，边疆不稳，若是一词，怕也会引起动荡。这个老东，若是按照他的计划，只要他早早的把他需要的东西拿出来，哪有这么多事情？现在看来，他还是对于萧阳心怀幻想啊，不想站在自己这一边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来添一把火吧。父皇，这是尹姑娘刺的伤口，而且坊间都知道儿臣乃是一个天阉之人，天阉之人如何？皇兄，你真是嘴硬啊！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父皇，我们只需要把尹姑娘请来，请宫中嬷嬷验明正身，尹姑娘是与不是，一验便知。陛下，二皇子，这个不妥吧？尹相，若是尹姑娘愿意把真相说出来，那么自然也不用让嬷嬷来验明正身了。二皇子殿下，盼儿可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你就不曾为她名节考虑过吗？尹相，我正是为她考虑，才要给她一个清白。尹相，你可否要说实话？还是父皇，儿臣以为此法不妥。就算是证明了尹姑娘不是完璧之身，也不能就说是儿臣所为吧。邢大人，你说是不是？太子殿下，不错。若只是证明尹姑娘不是完璧之身，也不能给你定罪，还需要各方佐证。陛下，太子殿下确实是冤枉的，我有一铁证可证，请陛下查证。父皇，不知尹相拿出的是何铁证？可否证明儿臣无罪？此案已有定论，太子无罪。父皇，您在说什么？尹相给你看的是什么？怎么就无罪了？朕说太子无罪，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不是铁证？
行了，既然此案已经有了结果，退朝。尹相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尹相，二皇子，你们随我来，陛下找你们相商。多谢九皇叔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仗义直言。你跟着本王过来。小杨，那份保证文书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怕别人不知道你做的这些勾当，自己写下了罪己书是吗？父皇，这个保证书是尹相之女胁迫儿臣写的，儿臣不知。小女昨日被欺凌后，并未能在二皇子那里得到安慰，反而觉得二皇子的疏离和威胁，小女这才胁迫二皇子写下此书，为的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老臣知道了，这个些事情若是传出去，无论是对于老臣还是二皇子，甚至于陛下都不利。尹相，你既然知道，为何拿这个东西来为那个不开脱？陛下，老臣又何尝不知道啊？但是小女说了，太子昨日强她之后，把所有证据都清理了。不仅如此，还设下了那些误导你们的假证据。陛下，这一切就是他们精心准备的一个圈套。他们肯定是提前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这才将计就计。此事之前，肯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。尹相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怀疑我走漏了消息吗？我还怀疑你是不是被萧策给收买了，否则你怎么会拿出我写的保证文书去帮他？二皇子殿下，盼儿是老臣唯一的爱女，老臣若是提前知道，就算是豁出一身拐，也不会让盼儿去那个虎狼坑里被太子。而且老臣本不想拿出你写的那份文书，不过今日上朝之前，有一样有这事儿不要闹大，否则他就不活了。老臣也几次三番暗示二皇子殿下，若非二皇子殿下执意要给小女验明正身，为了小女的清誉，老臣这才不得不拿出那份是文书。太子殿下那位笨蛋看样子有手一仗，你我都很庸碌，不可能有这个心机和城府，显然后面有人指点。若是这个事情闹大，无论能不能将满城尽之，最终再无颜面存活于世，所以臣才舍命出此下策。其实自从太子强占老臣女儿那一刻起，我其实就输了，请陛下谅解老臣爱女之情，老臣悔呀。尹相，你说的不错，朕不怪你，那个废物没有这般心思，背后肯定有人出谋划策，肯定是九皇叔。儿臣就说这次他倒是沉得住气，一言不发，肯定是他出的计策，将计就计，强占了尹相之女，就可以拉拢尹相支持太子了。他们做梦！陛下，其实老臣今天之所以这么做，完全是因为想到了一个更好的补救办法，一方面能够让老臣的小女有个善终，另一方面能够彻底解决太子。哦，现在这个局面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太子庸碌无能，其实世人皆知。昨日小女跟老臣说，太子确实是爱慕于他，对他神于求爱于他，说日后之后迎娶他，让他成为太子。臣就想着，咱们不如也喜欢将计就计嘛，让小女假意答应，然后嫌弃他没本事没主业，让他去建功立业。如今突厥几次三番侵袭我漠北，将战事成起，怂恿太子自请戍守漠北之地。这样一来，说是让他的戍守边其实等同流放，就得颠保身死了。就算侥幸活下来，我身死，漠北荒原突厥袭扰，远在边疆，这一定是突厥所为。尹相，你这个办法好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尹相，就萧策那个胆小如鼠的敢去吗？焦赐萧策傻，但剩郑王傻吗？就算他们都同意，再者你真的舍得把你的女儿嫁给那个？臣其实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木已成舟，必定也想亲手报那个复出之仇。而且老臣也有着私心，正所谓父母之爱子，则应为之计深远。二皇子以后定会担大任。小女虽然让二皇子写下这个保证书，不过老臣心里的有数，无言他也让二皇子娶小女了。届时求陛下赏赐一块北封地，也能够让他富足一生了，衣食无忧了，业就横村到了。不知陛下能否成全？尹相，若是你真的能够成功做到这个事情，就算是让二皇子娶令爱，也无不可。陛下，经过这个事情，就算二皇子心中无芥蒂，小女也无法接受。其实老臣说的那样是他最好的结果，而老臣定当竭尽全力辅佐二皇子。好，尹相，只要令爱能够把太子那个骗去自请戍先漠北，朕定有重赏。陛下，这次臣定不辱使命，那老臣先退下了。好，尹相，不过记住，这次一定小心了，定要万无一失。父皇，尹惟庸这个老狐狸的话能信吗？他说的虽然有些道理，但是若非他帮忙，今天也不能当场放了萧策那个。他会不会被镇亲王给收买了？应该不会。镇悼王拉拢他几次，尹惟庸看不上萧策，不着理机。若是萧策真的自请戍守边疆，那么他说的就是不错。尹盼儿若是真把萧策忽悠到漠北边疆，九皇叔会不会想把他们大卸八块啊？那肯定啊。希望尹惟庸不要让朕失望。太子殿下，
你这是玩火啊！你凭什么觉得尹章会帮你？他母亲于妃独得圣宠，二皇子如今圣眷正盟，母族在朝中更是势大。你凭什么觉得尹章会放弃那样一个女婿来帮你？因为他女儿已经是我的人了，就这一点，让他不得不站在我这边，他就没得选了。尹盼儿就是尹维庸的七寸，也不知道他这样一个挺精明的人，怎么就下了这一手臭棋，拿着自己最疼爱的独女来做饵。还不是因为他们几次陷害你不成，着急了吗？过了今年，按照大萧律，你就要成立太子殿，开始逐步亲政了。他们能不着急吗？不过太子殿下，你还真的是骗过了所有人，就连本王都没看出来，你竟然还有着如此的城府和算计。九叔，这不是全为了自保吗？那你这次为什么决定不装了？九叔，还不是因为看着他们真的急眼了吗？这次连尹相最疼爱的独女都派出来了，这次没成功，下次是什么？难以想象。这些年多亏了九叔的庇护，才让我可以装傻卖呆。如今因为九叔的庇护，让父皇对于九叔颇有猜忌，卸了九叔的兵权，让你在京都之中做一个闲散老王爷。如今我也不小了，不能一直在依附在你的羽翼之下了。你已经帮了我太多太多了，你总不能护我一辈子。我觉得是时候靠我自己了，我不能再害你了。傻孩子，庇护你是我向你母亲的承诺，若是这样，大可不必。本王虽已经被卸了兵权，但是还有余威，本王不点头，没人能够动你。九叔，我自然知道你能护得住我，但我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你的庇护。我想了很久了，在朝中我只有你一个依靠。如今四面受敌，父皇视我为眼中钉，众皇子视我为肉中刺。这次他们陷害不成，下次他们定当疯狂陷害。远离朝堂是非，在边疆培育自己的势力，伺机而动。其实朝中不光是二皇子，还有一直隐而不发的四皇子，虎视眈眈的八皇子。他们都对于太子之位觊觎许久，这会儿我若抽身，太子之位空歇出来，他们必定打破头。我何不如在边疆坐收渔利不好吗？你藏得够深的，不仅是骗过了整个大萧国的人，就连本王都被你骗过去了。虽然九叔你庇护，但是你常年在外征战，我想要自保，只好隐忍。不过边疆困苦远没有你想象的简单，为何要选漠北？九叔，其一，我只有去最困苦的地方，他们才会安心。再者，如今突厥频频侵扰漠北边境，漠北百姓苦不堪言，只有在战乱的地方，才有机会建功立业，收拢民心。而且我隐忍10余年，世人皆以为我需要证明一下自己了。好男儿不应该龟缩在朝中和他们内斗，应该去沙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只要有了兵权，我不想当太子，也会有人捧我当。好，你说的不错，好男儿确应该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。他们用阴谋诡计，咱们就用自己能力，实力去告诉天下，谁才是名正言顺的太子。九叔，您支持我。若是那时候的你个中庸无才之同意，但是今日听你一言，你不愧是柔儿的儿子，本王信你定能闯出一番功绩来。不过你也别想得太好，还不一定能去呢。九叔，放心吧，现在若是顺利，尹维庸已经跟着父皇他们说好了呢，他们巴不得我死。我若是自辞太子位，自请戍守边疆，他们高兴都来不及。王爷，宰相府来人，说是有孝请太子殿下去项商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九叔，你看，尹维罕肯定是成功了，要不要本王随你一起去？九叔，接下去您就看我的吧，你护我小，该由我护您老了。你小子自顾都不暇呢，还你来护我？行了，快去吧。不过有任何事情记得来找本王。盼儿，你确定了要听萧策那个的吗？其实现在还有着转圜余地。父亲，你不都按照太子所说的去跟着陛下说了吗？虽然说了，不过要不把你嫁给他是我说了算的。父亲，他明日敢在朝堂之上自辞太子之位，并且自请戍边，我就敢嫁给他。你就不怕他就是一个确确实实的驸马？就凭他能够骗过整个大萧的人，就足以证明他就不是一个没用之人。盼儿，那也不用跟着他一起去漠北吧。你在京都，若是他能在边疆建功立业，最好；若是战死边疆，你也不会受其影响。宰相大人，太子殿下已经在外等候。盼儿，你要不要回避一下？父亲，不用，请进来吧。见过宰相大人，见过尹姑娘，见过太子殿下。尹相，无需多礼，我马上就不是太子殿下了。太子殿下已经想好了吗？真的要自辞太子位？不错，我的情况我和尹姑娘也说过，我就算是真龙在京都，也算一条困路。离开了京都，没有了掣肘，就如同蛟龙入海。太子殿下，漠北荒原驻扎的22皇子的亲舅舅鲍安的军队，你过去之后，还不是要受到鲍安掣肘？鲍安一个贪生怕死、只知享乐之辈，最擅长的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。把漠北边防搞得如此稀松，让突厥人把漠北之地当成他们的后花园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。若是这样的庸才我都对付不了，我也不用去漠北之地了。
在这边等死便是了。太子殿下，看来已经有了满盘的打算。不错，不过不便与尹相说，尹相你在这边看着就行。尹姑娘，我昨夜答应于你的，我一一做到了，最多等我3年，3年后待我君临天下，定许你一世繁华。太子殿下，我尹盼儿不是那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，我不会在这边等你。既然我认定你了，就算是前路是刀山火海，我也陪你。尹姑娘，我要去的是漠北边疆。不错，我跟着你去的就是漠北边疆。怎么着？你昨夜跟着我说的那一番话，你的雄心壮志，莫不成是吹嘘的？你怕我跟着你，发现你其实也不过是绣花枕头？尹姑娘都不怕，我又有何惧？你愿意跟着，我定会护你无恙。尹相，你也同意吗？太子殿下，现在说这些还言之过早，一切明日早朝之后再说吧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太子殿下就请回吧。尹相，你这次叫我来是所谓何事？我想看看你说的话有着几分真，几分假。尹相，现在可否有了判断？哼，我确实需要重新认识你一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卿平身。诸爱卿有本可奏。禀陛下，礼兵司前来禀告，说是漠北边疆来报，突厥的首领已经在集结了2万多的骑兵。看着他们此举，并不像是来打秋风的，更像是突厥要大举来进攻。鲍将军富贵300险中求，我正准备瞌睡，就有人递来枕头。诸位爱卿怎么看？臣附议。漠北4郡已经有着4万的守军，他们就算是2万骑兵，我们兵力也占优。只要鲍将军拒守不出，他们突厥人也没有办法。一旦入冬，突厥人的粮草跟不上，应该自己围剿白莲教的人。臣附议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去告诉鲍将军，让他据守漠北，待清理了白莲教之后再去支援。陛下不可，漠北之地乃是我大萧的屏障，此次他们集结2万骑兵，肯定不是来打秋风这么简单的。漠北之地有着4万守兵不假，但是漠北之地广袤无垠，个个守城不到3000，而皆为步兵。整个漠北地区只有3000骑兵。郑国王说的确实不错，国内白莲教之患确实要紧，不过突厥之患同样也如鲠在后，不知有哪位将军愿意带兵前往支援。怎么着？难不成除了郑国王之外，就无人愿意前去支援了吗？回禀父皇，儿臣愿意带兵前往支援。太子，你要带兵去支援，你可是要去何处？那可是真刀真枪的战场，你可想好了？父皇，儿臣想好了。儿臣知道，如今突厥集结大军要攻击我大萧国土，此时若是由我去带兵支援，一定能够鼓舞士气，也会让边将士们感受到父亲对于他们的关心。陛下，臣弟以为不妥。太子乃是国恩己，漠北之地又是凶险万分，万一太子有着3长2短，恐伤国之根基。九皇叔，你此言不妥，你这是在看不起太子吗？太子说的不错，若是由他去前线支援，将士们定会大受鼓舞。还是说，九皇叔你觉得太子殿下太过于庸碌，让突厥人看到了之后丢了我大萧国威？二皇子殿下，郑国王的忧虑并不妥。太子乃是国之储君，国之根基，战场瞬息万变，若是太子有着一些意外，朝堂必定震荡。所以还是请太子殿下三思。父皇，不知你是否有此顾虑？尹相说的不错，你虽然天资愚笨，性格懦弱，但是你终究是太子。你若是死于突厥人之手，那么对于我们将士非但没有鼓舞，还会是一个天大的打击。所以，太子，你的心意朕领了。父皇，其实这些年来，儿臣深感自己愚笨，不堪太子重任，儿臣愿自辞太子之位。儿臣想着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，也想去历练一番。为表儿臣决心，儿臣斗胆请父皇封儿臣为漠北王，领漠北4郡。若父皇答应，儿臣愿在此起誓，定不让突厥兵马踏足漠北一步。若不把突厥打得俯首称臣，儿臣此生誓不归朝。太子殿下三思，你有所不知，突厥之患已是存在了数百年，积患已久，并不是依靠某个人就能够解决的。镇天王此话不妥，我觉得太子有此红马可以鼓励，而且值此之急，若是陛下能够将自己嫡长子派去漠北边疆封王封地，就恰恰证明了陛下对于突厥抗击的决心。九皇叔，尹相说的没错，说不定让太子殿下过去，突厥人知道了我大萧抗击突厥之决心，说不定就能吓跑他们。儿臣
附议，儿臣也附议。太子殿下，你此番举动真的让朕刮目相看。不过，你想好了吗？儿臣经过深思熟虑，请父皇成全。既然如此，你也不必自辞太子。九皇叔，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早生此意了。太子之位乃是国之根基，我自知不是帝王之才。如今突厥侵犯我国疆土，儿臣这些年给父皇添了不少麻烦。如今我也想为父皇分忧一二。如今漠北贫瘠，儿臣认为抗突厥更应该治理漠北之地。只有让漠北之地富饶起来，才能够自给自足对抗突厥。所以，儿臣斗胆请父皇给儿臣封王封地。儿臣必将余生之心血泼洒在漠北广袤的荒漠之上。至于太子之位，还请父亲择贤者居之，万望陛下成全。请陛下成全太子一片赤诚之心。好，既然太子自辞太子位，那么就先免除太子之位，封漠北王，领漠北4郡。他日你若是能让突厥俯首称臣，朕定复你太子之位。拿着一个要命的头衔换了一个有着实权的漠北王，血赚好吗？谢陛下。儿臣还有着一个不情之请。说，根据儿臣所知，二弟和尹姑娘之间并未立下婚约，只是闲聊间说起的婚约，并不能作数。前天因为儿臣导致尹姑娘的清誉受损，儿臣也不愿意二弟和尹姑娘之间生出嫌隙，而且儿臣其实早就对于尹姑娘倾慕已久。儿臣斗胆求父皇赐婚，让儿臣迎娶尹盼儿。老臣一切听陛下的。父皇，既然皇兄喜欢，儿臣定当成人之美。好，那朕也依了你，朕将尹盼儿赐婚于你，封为漠北王妃。谢父皇。儿臣心系漠北边疆安危，不知道王想要出多少兵马和粮草前去支援。朕会拨3000雄兵，助你前去支援漠北。父皇，3000人怕是不够。皇兄，如今中原以白莲教为首的暴民四出，能够拨给你3000精锐已经是不易了。而且父皇不是封你王了吗？你刚才还不是吹嘘着要建设漠北荒原吗？啥都给你了，还要你去干啥？不错，萧策，朕不是命你为漠北王吗？你去漠北之后，朕给你组军10万之权，让你在边疆建军10万抗击突厥。皇帝，你可是真能吹啊！组建10万没粮，能命去组啊！荒原百姓满打满算还没满10万呢。父皇，漠北4郡地广人稀，百姓都不足10万人，让儿臣何以去征兵10万？你自己说的要发展漠北吗？那个地方最繁荣的时候，也有上百万的民众。你治理好了，百姓们不就来了吗？若是父皇都给你解决了难处，还怎么显出你的功劳啊？萧策，朕知道有困难，如今大萧国也是内忧外患，你既然是主动提出为朕分忧，朕也会尽可能帮你，再赏赐你黄金10万两、白银100万两、粮草50万担，这些足够你去漠北去发展军队抗击突厥了。萧定邦转性了，怎么突然这么大方？父皇，您说错了吧？您确定要赏赐这些东西吗？边疆困苦，朕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萧策，你还满意？谢父皇，父皇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当然，朕给你的这些钱之中，还需要你去犒赏报安的戍边将士。遵命。萧策，那你何时启程？回禀父皇，儿臣想的是尽快，明日就启程。好，那朕就去命人给你准备兵马钱粮。这个狗皇帝来真的。陛下今天在大殿之上如此反常，你要小心。他敢给，我就敢收，钱还怕多了不成？你还是小心为上。太子殿下，此去漠北荒原，本王也没什么好送你的，就把钟书还有大雷送给你。钟书你认识，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你去漠北封地救国，肯定有着许多杂事要去做。钟书是一把好手，也绝对信得过。大雷是我秘密训练死士队伍的队长，他们这支小队一共12人。你直接像信任我就行了，信任他。谢九叔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不过我去漠北之地，钟叔能行吗？太子殿下，你的身体能行，老夫的身体自然是没问题。钟叔，你就不怕苦吗？老夫一辈子什么苦都吃过，所以不怕吃苦。太子殿下，你是老王爷最为珍视之人，老夫定当好好辅佐你，帮你照顾好你的府宅后勤。那就以后仰仗钟叔了。放心吧，我给你的都是我的宝贝。九叔，这个我自然是知道，就是这些人你都是保命的吧？你给我了，自己岂不是？嗨，我在京都养老，用不着这些，我还有东西给你呢。里面是我积攒了一辈子的银钱，一共100万两白银。九叔，这个万万不可收，而且父王不是答应给我10万两黄金，还有100万白银呢，还有粮草，我短期内不缺钱，到时候缺钱我再去赚。你还真的天真，你莫不成真的以为陛下会给你这么多钱粮吗？君无戏言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他说的话还能耍赖不成？没有这么简单，明日你就知道了。
拿着吧，和本王还有着什么客气的？你现在去封地救国，漠北本就是贫瘠之地，没有钱你寸步难行。好在陛下给你建军之权，给你的这些钱也足够你组建一个保护你自己的队伍。行了，本王都已经是嘱咐过中书了，到时候他会辅助你的。九叔，多谢。行了，带着他们回去吧。明日离开，本王就不来送你了。你自己一路保重。那九叔，保重。九叔，我临走之前能不能问一个藏在我心里10多年的问题？你是我生父吗？我确实是爱慕于你母亲，但是我们从未有过于履之举。你就是陛下亲生骨血，太子殿下万万不要听信谣言。那他还死命的整我，太子殿下慎言。行了，九叔，说了，以后叫我漠北王。父皇，你真的是要给那个这么多钱粮吗？咱们目的不是想他死啊。杨儿，你还是太嫩了些。我们就算是想要弄死他，也不能授人以柄。父皇，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帮助他呀。杨儿，陛下是许诺了，但是什么时候给钱，需要钱财司以及上军司以及各个部门说了算。杨儿，你还不如你的母妃啊。所以，父皇压根就不想给他钱。哼，让我给那个废物钱，你当朕钱多了吗？我今日给他的赏赐，此时怕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去了。若是让白莲教以及那些暴民知道了，还不抢着要去劫萧策的队伍，一路上他们也别想太平了。就算是他能够侥幸到达漠北，朕说过给他们钱粮，一部分让他犒军用，到时候他没钱拿出来，戍边将士们的怒火就够他喝一壶的。父皇英明啊！那你说的3000雄兵是？最近典罚司有着一批死囚要被流放，人数正好3000人，就送给萧策吧。父皇，还是您英明。就这样，他能活着到漠北才是奇迹。您这样的计策，我们都不用派出杀手了。杨儿，陛下的韬略乃是千古难遇，你一定要向你父皇好好学习。你若是能够学到你父皇1/1000，就足够你受用终生了。盼儿，你要去干嘛？自然是去跟着太子。不对，漠北王殿下说一下，让他早做准备。若是连这些事情都解决不了，为父又怎么能够放心将你交予他呢？若是明日他不能妥善应对，为父也不会同意你跟着他去的。他身边可是有3000多死囚，若是他镇不住那些死囚，你都会有危险。父亲，那你们注定要失望。而且，你不是让聂冰姐姐随着我一同前往吗？聂冰身手虽然好，但是双拳难敌4手。萧策他选的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。父亲，我觉得就凭着他这个胆色，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女儿觉得他是潜龙出渊，腾臂9天。你们先将就睡一晚。周叔，你和京都的富户权贵关系如何？都有交情，不知道王爷有何吩咐？你明日去宴请他们来，就说太子宴请，拍卖太子府。太子殿下，这不妥吧？我想来想去，皇帝巴不得我死，那些钱粮怕是到不了我手里。若是他明天足数把钱粮给我，那就不用卖了；若是他克扣钱粮，那么咱们就卖宅子。名义我也给你想好了，咱们就说我挥泪甩卖太子府，所得银两抗击突厥，抵御外辱用。陛下就算知道，也说不出什么。好的，王爷，我待会就去办。你再去规整规整，还能有啥可卖的？到时候一并卖了。王爷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按照上面写的，都给买回来。特别是打勾的那些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不知王爷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自然是赚钱啊。见过漠北王。好，你们都摘下脸罩，让我看看。以后我还要仰仗你们呢。都自我介绍一下吧，咱们互相都认识认识。回禀王爷，我们死士没有名字。那你不是死士，还不是有名字吗？因为我是队长。这个名字还是老王爷赐的。死士也是人嘛，阿猫阿狗都得有这名字，叫编号怎么行呢？你们自己去想想自己叫什么，实在想不出，本王赐你们一人一个名字。遵命。你们继续去猫着吧。钟叔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你需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去商行购买了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让他们直接送到漠北的都城平平城之中，也省得运输的风险。辛苦了，钟叔。王爷客气了，这些都是分内事。我就是不太理解，你如何要拿这些东西赚钱？这就是秘密了。到了漠北之后，你就知道了。其他的事情你去安排好了吗？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。行，我这就去换衣服去。钟叔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来了，父皇答应的东西来了。那钟叔，你怎么这个表情？王爷，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大雷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好，随身携带。这分明就是3000囚犯，他们一个个都还带着镣铐，身上的囚服都还没脱呢。而所谓的钱粮就是1车的粮食，1车装了2大箱铜板，这最多10阵的粮食。
那些铜板折合成白银，最多100两的白银。这是来打发叫花子了？这哪是送了3000雄兵啊？这明显是送了3000活爹过来。二弟，搞错了吧？父皇昨天答应的可不是这些。是啊，父皇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各个衙门有着各个衙门的苦。如今暴民四起，兵源十分紧张，钱粮更是吃紧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是各个部门的大人给你写的欠条。小策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你不会是想要抗旨不遵吧？怎么着？父皇恩赐你不要吗？你这是要抗旨吗？二弟，父皇的心意，儿臣心领了。只是如今大萧国财政吃短，兵源紧张，我再提要求就是我的不是了。这些欠条就还给各个衙门了。就算本王走之前给大萧国做一些事情吧。中书，去清点一下陛下的赏赐。王爷，一共12担的粮草，还有136贯铜钱。好，儿臣遥谢父皇赏赐的3000死囚，12担的粮草，以及136贯铜钱。臣谢父皇赏赐。放肆！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阴阳父皇克扣你的赏赐吗？父皇已经命令下去了，军无戏言。是各个衙门暂时拿不出，而且各个衙门给你欠条了，也不是不给你，是你自己不收，反而想要冤枉父皇克扣你的赏赐吗？二弟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想着，既然各个衙门实在是拿不出，我就不要了。我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漠北抗击突厥，父皇的赏赐，你若是不收，就是抗旨。二弟，你确定让我收？不错，君无戏言，父皇给你赏赐可是没有少，如数都给你了，你不收就是抗旨。既然二弟这么说了，就不客气了。二弟，是不是你说的？父皇吩咐下去各个衙门要把赏赐如数的给我。这是自然，父皇对于漠北的突厥之患十分看重，这才赏述你这么多兵马钱粮。只不过现在各个衙门实在是拿不出，万不得已才给出欠条，和父皇绝无关系，都是各个府宅衙门的问题。多谢父皇赏赐的黄金10万两，白银100万两，粮草50万袋。儿臣替漠北的百姓树权的战士遥谢父皇隆恩。父皇万岁！万岁万万岁！行了，二弟，你回去吧。多谢你亲自跑一趟。你别得意，你都收下了。你要知道，这3000虽然是死囚，但是已经是登记造册的兵士，他们是要去前往漠北支援。半路若是溃逃，你可是要担责任的。二弟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再不束缚父皇对于漠北居民们的一番好意了。多谢二弟提醒，我会管束好他们的。少雷，去把本王的3000猛将的手铐脚镣给撤了。萧策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见过手脚带着镣铐的将士吗？他们现在是本王的漠北军，全体都有。今天之前，你们是阶下死囚，是本王给你的新生。今天之后，你们就是本王的漠北军。萧策，他们似乎并不理你。你瞧瞧你这个糊涂脑子，真把他们当成了将士啊！他们就是一些顽劣之徒。哼，听到了吗？二皇子殿下说你们是一群没用的人。你们不服气吗？咋的？瞪我？信不信本皇子砍了你们？你们这般顽劣之徒，说你们行事粗鄙，还不服气吗？你们就是一群肆意妄为、触犯律法之徒，怎么还敢瞪我？信不信本皇子严惩你们？你们都把脑袋给本殿下低下，不然必受重罚！哼！萧阳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他们现在是本王的人。他们现在是即将戍边的战士，你想干嘛？干嘛？你没看见这在瞪本皇子吗？他们是什么东西？也配？诸位战士们，陛下把你们赐予本王，你们就是本王的人。有人说你们是没用的人，你们服不服？不服！不服！不服！你们是父皇安排即将去守卫边疆的勇士，有人这么侮辱你们，你们说能不能放过他？不能！小策，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我这个人最为护犊子，你骂我可以，但是不能骂我手下的战士。他们之前是死囚，但是父皇命令把他们交给我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获得了新生，他们就是随时都会为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。二皇子殿下辱骂即将戍边的军士，你是在说当今圣上派了一群人去支援漠北，抗击突厥吗？你放屁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二皇子，你口无遮拦，也就是父皇不在。父皇就是在也得罚你100个嘴巴子。我是你的兄长，也是父皇亲封的漠北王，就代替父皇为我们即将出征的战士们出一口气。小策，你敢打我？你动我一下试试！诸位将士们，你们说他该不该打？看到没有？不是本王要打你，
是大萧军民们都要打你。你不只是辱骂将士，还敢辱骂我？于私，我是你皇兄；于公，我是即将戍守漠北、抗击突厥的漠北王。你刚才骂我的战士，你又骂我是？你是在说父皇派了一个没用的王爷，带着一群没用的人去支援漠北、抗击突厥吗？大雷，按住他！今天，本王就要代替父皇好好管教这个口无遮掩的家伙。萧策太冲动了，他竟敢公然打二皇子殿下。要知道，二皇子可是陛下最为疼爱的儿子，他母后是惠妃，也是独得圣宠，他怕是惹下了大祸。父亲，陛下知道了，怕也没办法。若是陛下惩罚萧策的话，不就是承认了二皇子说的对吗？陛下这个哑巴亏吃定了。而且，我觉得萧策不是那种不顾后果的人，既然敢对萧阳动手，就自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都说女儿外向，果不其然，你都还没过门呢。父亲，我说的吧，萧策一定有办法。不管怎么说，萧策把萧阳这一顿揍，能够收买不少死囚的心。这些死囚都是一些穷凶极恶之徒，就算是感动也是一时，可没那么容易收服。父亲，那你就看着吧。本王说了，本王护犊子那可不是嘴上说说的，本王也答应你们。普通士兵，军饷每人每月5两白银，10人长每月10两白银，以此类推。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本王干？王爷，真的假的？你不会骗我们吧？就是王爷，1月5两白银。本王要么不说，言必出，恪尽青史。今天咱们就发军饷。中书，王爷，您让我准备现银是要发军饷，去拿上来。你们想不想干？想干的来领钱。好，你们也别先着急，既然是重赏，自然是有着重罚。父皇让本王建立的是一支敢打仗、能打仗、打胜仗的王牌之师，所以不管你们之前是人是鬼，接下来的军纪你们都竖起耳朵听好了，一共就3条。第一，所有行动听从指挥，若有不服从指挥者，斩。第二，不扰民，不拿百姓们的一针一线，若有违者。第三，临阵怯战退缩者，斩。全队退缩斩队长，队长殉职斩全队。总结一点，那就是服从，对于本王的绝对服从。能做到的左侧排队来做抗击突厥、戍守边疆的战士，做不到的站在右边。本王会带着你们去漠北，按照你们的罪名秋后问斩。萧策，你想干嘛？你别紧张啊，你不就是想要去告状吗？大雷，让他走。萧策，你等着，你死定了！本皇子若是让你安然无恙的离开京都城，本皇子就跟你姓。王爷，你怎么把他放走了？再怎么着，我们也应该走之前把他放走啊！把他放走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我堂而皇之暴揍他，这消息肯定是传出去的，瞒是瞒不住的。中书放心吧，你赶紧去发钱，我自有打算。父皇，萧策没把你放在眼里，儿臣是以你的名义去犒赏他的，他竟然公然殴打于我。杨儿，他竟然如此殴打于你，快叫太医！不过，你怎么敢打你的？他疯了吗？那个萧策，他不仅打了儿臣，还骂儿臣是个儿臣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该把皇位让给他了。镇国王是不是在？父皇，九叔没在，不过九叔的那个老管家林中在给萧策做事。那就说得通了，肯定是震天王在后面给萧策出谋划策。杨儿，你中他们的计了。父皇，什么意思啊？杨儿，他肯定是受到了震天王的指点，这是把你放在火上烤。你就不应该一冲动骂那些死囚的。朕毕竟把那些死囚给了他，他们也算是支援漠北的战士。要知道朝堂之上，朕答应他的可是3000雄兵，本就是想让他吃这个哑巴亏。你却是堂而皇出的辱骂那些死囚，萧策又是故意拱火，把这个事情闹大了传出去，让漠北军民们知道，在突厥大许进犯前夕，朕派的一支死囚队伍。你让漠北的军民们怎么想？到时候就算是他们侥幸到了漠北之地，有的他吃苦了。你呀，还是冲动了。那父皇，你的意思是，儿臣只能白挨这顿打了？当然不是，他敢打你，就如同在打朕。你不要急，他只要离开了京都，怕是会遇到白莲教暴民的劫杀呀。